大家好，我是尚青林，我是刘志明，欢迎来到上流投资术。今天我们要聊聊挖掘世界级的小巨人，也就是新贵隐藏版的好公司哦。然后跟大家聊一下，就是新贵明星公司5大族群最具成长潜力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我问一下志明哥。新贵市场大家还是很陌生，它到底跟主板会有什么不同？然后会有一些是不是有一些交易制度好像也不太一样？其实最重要就是大家知道，我们一般收盘是在1点半嘛，然后但是它的收盘是在3点。那再来就是投资人比较兴奋，就是一般上市柜是涨10%嘛，但是新贵无涨跌幅见证。那如果你那天买到这样的公司的话，你当天一定笑得很开心。对。而且我印象中这次有采访到的印人，他就出现过的时候就是这样。然后再就是他的当然手续费不太一样嘛，新贵5%，但上市柜可能1/4.425%。那再来就是交易方也不太一样，因为上市柜是在投资人的互相撮合买卖嘛，那但是新贵的方式是跟券商交易，所以它的那个制度是不太一样的。我补充一下，就是新贵有个造市的那个券商，然后一般印象可能就是说，我买卖上市柜的券商只是负责开放这个平台，让大家自由的撮合嘛，所以有一个自然人卖，然后我自然人买进这样子。然后新贵真的不是，新贵就是券商放出来那些筹码，然后你去买的。我觉得还有一点觉得非常大的差异就是成交单位啦，就是上市柜我们习惯就一张一张的买嘛，那其实一张就是1000股，但是其实新贵不是哦。如果投资朋友有在手机要下新贵单，你可以发现，好多人都是一股在成交的，因为它毕竟不是上市柜公司，它只是挂牌前的一个育成中心，所以它比较不活络啦。最重要的是它叫做比较有秩序的这个未上市股票的交易啦，对，因为大部分如果未上市股票，我不知道去哪里买，对。然后它至少2家券商推荐之下，就可以在新贵市场做撮合这样子，然后有一点像上市柜前的预备动作。我大概补一下，就是其实新贵市场，因为它成交量真的很少，所以在过去投资人行就觉得不好玩，像冷冻柜一样。但是其实我觉得有个很大的转折点，疫情爆发的时候，那时候好像蛮多检测股啊、口罩股啊，然后在新贵市场都很蓬勃，而且都出现垄断。我刚才讲的垄断就是当天就涨了50%、100%，有紧急措施嘛，就是垄断。这个就有点像国外，就是它没有涨跌幅限制，然后超过10%就继续涨到垄断为止。然后那时候大家市场发现原来新贵市场这么投机，然后就开始活络了。一直到现在，其实新贵市场也蛮活络，因为大家会有一种想要买到一种标股的乐趣啦，或者是说他可以在很低的时候觉得这档公司很有潜力蹲点，然后看看会不会突然出现大爆发。其实像我们这一次采访的印人，就是最高好像到1800多块嘛，所以它就是一个在新贵非常亮眼的表现。其实我再补充一下，像去年涨很多，像什么嘉登啊、星云啊，其实他们在新贵的时候到转上市的时候也是很微的哦。所以只要它其实产业是一个对的产业，然后营收持续成长的话，其实反而新贵里面可以找到很多这种非常优秀的、有竞争力的公司哦。没错，然后我们也帮投资人观察新贵市场的成交量的成长，或者是说登录挂牌家数的成长。成交金额来看的话，10年前2015年。全年的成交金额是2893亿，每日的成交金额只有11亿哦，就是300多家新贵公司成交金额才11亿，你就知道其实是非常冷的。然后到2021年的时候，全年是有达到12783亿，日成交金额是52亿。就是疫情发生的时候，那时候有很多公司出现垄断，特别是口罩股啊、疫情的那些检测公司。然后现在就是去年2024年全年呢是7966亿，每日成交33亿。就是从疫情2021年之后，其实就开始发现，有出现稳定成长的态势。然后新贵登录的家数呢？其实情况也差不多，15年呢，其实只有65家，去年2024年已经有83家了，可以看出来，其实新贵市场真的相当的越来越活泼了啦。那再来，我们就要进入重头戏咯，也就是带领大家挖掘5大最有成长潜力的族群，分别是金牌的供应链、世界级的好公司、新奇的小尖兵、低调的传产股以及车用零组件。不过
接下来的部分是属于会员专属内容，对于这5大潜力族群有兴趣的观众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来收看。我们就聊到这里，上流投资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